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PH7。按照惯例，每年秋冬交接都是各大二轮厂商争奇斗艳推出各种新车款的季节。只是今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各大国际展会不得不相继取消。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奇景，在跨度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各大厂商好整以暇的陆续发布自家车款，街车、休旅、跨界、多功能、美式、复古、仿赛、速可达。也许这样，他们是有了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发布的压力也小了许多，但是却辛苦了一众二轮媒体和车迷。今天我们就利用这支影片横向盘点小节，为大家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已发布的2021新型车款。先来看最受欢迎、效益比例最高的街车组别，日系车厂纷纷进行小改款，欧洲车系就反其道行之，普遍祭出较大改款。仅根据目前的发布，我们几乎就可以断定，明年的全球街车市场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么肯定的原因非常简单，理由就是2个名字：凯旋和杜卡迪。先来看中低级距的搅局者，凯旋打出的这张王牌上面刻画的是一柄杀气重重的3叉戟 Trident 660，而3叉戟指向的就是对倒叉严重过敏的2兄弟雅马哈 MT-07 和 Kawasaki Z650。同时他们还需要继续提防，在过去的1年已经高调证明了自己存在感的 Honda CB650R， 以及迎来100年庆典的 Suzuki SV650X 与 GSX S750。来到更高一个级距，这里引领今年改款幅度的则是杜卡迪，几乎全系列车款集体大改的意大利车厂，重中之重的就是这一款全新 Monster 和 Monster S， 抛弃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设计格状管架，变得更简约、有杀气、肌肉感十足，配备了937cc排气量的双缸引擎和更轻巧的底盘。它所瞄准的目标就是这个极具无可争议的王者雅马哈 MT-09 与 BMW F900R。当然，在这个极具也不要忘记颇具竞争力的 KTM 890 Duke R 以及 Kawasaki Z900。最后来到公升极具街车，雅马哈 MT-10迟迟不见动作， Honda CB1000R、Suzuki GXX S1000 和 Kawasaki ZH2 SE 不约而同进行小改款的情况下，仰仗最新版 S1000RR 的加持， BMW S1000R 依然占据强势地位。同时价位更高的 Ducati Street Fighter V4 也不容小视。接着来看公路运动休旅车型，雅马哈 Tracer 9和 Tracer 7在 MT-09 和07的基础上真正得到了进化。另外就是相对较小改款的 Kawasaki Ninja 1000 SX 以及采用了新大灯的 BMW R1250 RT。接着来看多功能车组别，这个类别中公升级极具的王者 BMW GS 与 KTM Adventure 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哈雷于12月9日发布旗下全新车款 Pan America， 强势进军多功能车领域，以及 Ducati 重量级发布的 Multistrada V4 也吸引了很多眼球。这一项分类的百花齐放，让很多越野多功能车的爱好者欣喜万分。当然也不能忘记 SE 2级同发的 Kawasaki Versys。 在中高级距， KTM 官方正式宣布 790cc 双缸级距将永久停留在2020年款，旗下中高级距的 Adventure R 将专注于890cc 的发展。而凯旋推出的新款 Tiger 850 Sport 其实大体是1年前的 Tiger 900的降阶版本，小幅下调的性能配置也带来了价格的相应降低。相较于高端级距的风生水起，中低级距则大多是简单的对应欧5法案的小改款。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有 Kawasaki Versys 650、Suzuki V-Storm 650、Yamaha Tenere 700以及 Honda CB500X。 在滑胎车领域，最大的亮点在于 Honda 终于翻新了 CRF 300L 以及 Kawasaki 推出的 KLX 300 2021。但是根据市场取向的不同，这2款车确定会在北美市场发售，而不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市场发售，亚洲市场的份额想必也不会太多。接着来看速可达类别，在最近一段时间，速可达领域的新车发布可谓是大爆发。到目前为止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20款车型得到发布，涵盖了从大型运动型速可达到最实用的城市通勤小型速可达的所有细分市场。这其中尤其活跃的就是 Honda 本田与 KYMCO 光阳。Honda 本田对于旗下 Forza 家族进行了全系列改款，将中间级距的 Forza 300升级到 350cc， 并通过用 Forza 750取代原来的 Integra 750，对品牌车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过去1年销量可观的 XADV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翻新改款。相对应的 KYMCO 光阳也推出了被外媒形容为台湾版 XADV 的 DTX 360，缩小版 AK550 的 KRV 175，以及引起不小讨论度的电动速可达 KYMCO F9。台湾的另一家制造商三洋 SIM 也推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 Maxim 400和得到升级的 Maxim 7L508。当然还有 125cc 级距的 Jet14 和 Jet4 RX， 以及引起大家一定关注的一款全新车型 KRN BT。最后在更加实用的城区车款上，制造商们也没有闲着， Honda 升级的旗下 SH350i 以及去年欧洲地区销量第1的 PCX， 雅马哈则小幅更新了旗下的 NMAX 和 Delight。 接着来看新复古类别，根据市场分享的回暖反馈，各大车厂纷纷在入门级距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相继推出的有 Bullet 的 Hero 250、Royal Enfield 的350 Meteor， 以及因为性价比极高引起不小讨论的 Honda Highness 350。这个类别在欧洲市场销量可观的中高级距更是迎来了一众新型车款。目前已经发布的有 Bentley Leocino 800、Ducati Scrambler 800、BMW R9T， 凯旋更是一口气更新4款 Scrambler
7200 XC、XE、Speed Twin、Thruxton RRS、Bonneville 710、7120。另外，雅马哈看来也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市场的竞争，官方已经承诺会在稍晚时候推出对旗下 Heritage XSR 的改款。仿赛车款方面，首先是 BMW M1000RR 强势出击，以及打造全新空气动力学整流罩的 Kawasaki Ninja ZX10R 和 ZX10RR。杜卡迪则推出带有半主动悬吊的 Panigale V4 1100顶级 SP 版本，并且对其 Super Sport 950进行了更新，使其外观与 Panigale 的外观更加接近，但保留了与本田 CBR 650R 相似，介于运动与公路之间的定位。和本田旗下中低级距 CBR 650R 500R 一样， Kawasaki 与 Yamaha 则是对更高端级距的 Ninja GX10RR 和 R1 进行的小改款。值得一提的是，雅马哈官方已经确认 R6 从此之后将放弃道路试售的方向，而仅保留赛道使用定位。美式与巡航车款方面，本田推出了延续 CMX 500 Rebel 外观的 Rebel 1100，搭载的是非洲双 1100cc 的发动机。BMW 则带来让人眼前一亮的全新高端车型 R18 与 R18 Classic。杜卡迪则是选择打造联名配色车款 Diavel、Lamborghini， 而凯旋则是选择对旗下两款车型 Bonneville Bobber、Speedmaster 进行了小幅的改款。最后，在三轮机车领域，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有3款小改款车型，标致 Metropolis、Yamaha Niken 以及光阳 Kymco 的 CV3 已经有了大概日程，而还未发表的车款中有备受期待的凯旋的 Speed Treble 1160、Husqvarna 的 Norden、KTM 的 Super Duke RR 和搭载 KTM 引擎的 CF Moto MT800、Aprilia Touareg 660、Moto Guzzi V7-3。新车款的井喷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迎合原定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强制适用于所有市售新车辆更严格的欧洲5号环保法案。当然，本来很多已经提前将发动机升级到欧5标准的车款，只需在燃油喷射和排气上再做一些小调整就可以过关。不过，最近的消息显示，考虑到疫情封城造成的工厂停工和销售停滞，欧洲地区已经达成一致，欧4标准下的车款可以继续销售至2021年底。再加上疫情后续发展的相对不明朗，以及电动车市场的强势进击，所以目前的状况，无论是在贝内利、奥古斯塔，还是比亚乔集团及旗下的 Moto Guzzi、Aprilia、Vespa， 也就是除了杜卡迪之外，意大利人集体保持沉默。相信大家都在为未来做更重要的打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谢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 PH7，我们下次见。